嗨，大家好，我是阿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个 MACD，或者可以被称为 MACD。MACD 也是被称为这个指标王，因为如果你使用好的话，它可以让你在交易中抓到趋势的转折点，还有获得很高的盈率。这部影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因为交易真的是很大风险。不管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的交易员，希望你看完这部影片都会对 MACD 有一个新的认知。MACD 指标全名 Moving Average Convergent Divergence 是由于分析家 Jared Apple 在1970年创造的。这个指标常用于这个股票、外汇还有期货、加密货币市场。MACD 是由两条平均线和能量柱组成，蓝色线被称为 MACD 线，是由12EMA 减26EMA 形成的。然后橙色线是被称为这个 Signal 线，Signal 线是使用9EMA。然后能量柱 histogram 是用 MACD 线减 Signal 线所形成的，中间这条线被称为零轴零或者零线。我们所了解的 EMA 1226所组成的这个 MACD 线，如果放在价格图来看，就是当它们交叉的时候，就是刚好这个 MACD 线就会突破这个零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交叉的时候，它都会突破这个零轴。在零轴下方，如果 MACD 线穿上去，这个 Signal 线会被称为金叉；在零轴之上，如果 MACD 线穿下去，这个 Signal 线就会被称为死叉。还没按订阅的朋友，帮我按订阅一下，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刚刚跟大家科普完这个 MACD，现在我用这个 ChatGPT 叫它帮我写一个 MACD 的策略。这个策略很简单，就是我使用在零轴下方的时候出现金叉就做多，然后当这个 MACD 线穿上去零轴的时候就关单，然后我就拷贝这个 ChatGPT 给的代码，粘贴到这个 Trading View 里面，然后按这个 Add to Chat。这里我是用这个比特币4小时图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 MACD 出现金叉的时候就会开多，然后当这个 MACD 线穿过零轴的时候就会关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策略出来的这个结果没有很好，不管是盈率还是这个总收益都是一般般。所以如果单单靠这个金叉去做多，长期下来我们是会亏钱的。很多人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使用这个 MACD，就是背离。背离是用于辅助趋势的强度和可能的转折点。背离指的是价格走势与 MACD 之间出现的不一致现象，会分成顶背离还有底背离。背离也有分成强的背离还有弱的背离。强的背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反转或趋势反转的潜力，而弱的背离要谨慎对待，可能需要结合其他的因素进行确认。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3种不一样的强的底背离。第一种是属于价格越往下走，MACD 往上走的情况；第二种是价格往上走，然后 MACD 同时也往上走；第三种是价格往上走，然后 MACD 往下走的情况。弱的底背离就是当价格往下走的时候，MACD 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背离现象，或者它是走平，或者当 MACD 出现越来越高的时候，价格是走平了。直接看图会比较容易明白。第一种强的底背离，价格持续往下走的时候，MACD 出现往上走的情况。然后第二种是价格往上走的时候，MACD 也同时往上走。第三种强的底背离和前面两种有一点不同。第三种是看 MACD 的能量柱，就是当价格持续往上走的时候，能量柱是往下走的。这3种都属于强的底背离。顶背离也很容易理解，就是跟底背离反过来。强的顶背离，第一种就是当价格持续创新高的时候，MACD 往下走；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价格跟 MACD 都同时出现这个更低的时候，就是 lower low。第三种是当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但是 MACD 却越来越高，属于比较弱的顶背离，就是当价格持续往上走 higher high 的时候，但是 MACD 却走平或者没有那么明显的背离现象。第二种就是当价格走平的时候，然后 MACD 也出现这个越来越低 lower low 的现象。看图的话也是会比较容易明白。第一种强的顶背离就是当价格往上走，然后 MACD 往下走。第二种顶背离就是当价格往下走的时候，MACD 同时也出现往下走的情况。
第三种，我们也是一样会看这个能量柱，就是当价格往下走的时候，能量柱持续往上走，那么就会出现这个第三种墙的顶背离。相信聪明的小伙伴也是有想这个问题，就是墙的背离到底有多强？墙的背离又分三种，这样到底哪一种比较强呢？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又要用哪一种比较适合呢？我们就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看这个结果。我用这个比特币4小时作为这个例子。这个是第一种底背离，当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MACD 出现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就会去做多，然后在这个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就关单。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胜率是蛮高的，有达到83%，而且它的这个最大的回调也才11%，但是这个策略它的这个开单的次数只有18，所以是算蛮少的。这个策略至少是比如果单单只是使用金叉或者死叉开单来得好太多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种强的底背离。第二种底背离就是当价格往上走的时候，MACD 也同时出现往上走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开单。当 MACD 穿过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就关单。我们可以看到，在比特币4小时使用这个策略的结果，虽然只有开9单，但是它的盈利高达88%，然后最大的回调也是蛮低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第三种是使用这个能量柱的底背离，当价格往上走的时候，能量柱持续往下走，我们就开单。然后当这个能量柱从红转绿的时候，我们就关单。这样子会很明显，这个开单的次数就会增加了很多，因为能量柱就很容易从红转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的这个盈利都不到50%，不代表这个策略不好。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指标和这个策略一起使用，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3种不一样的强的底背离策略一起合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如何。3个合起来过后，这个胜率值在50%左右，因为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能量柱的这个策略，来导致这个3个合起来的策略胜率降低了很多。这个能量柱的策略还有很多优化的空间。如果我们只是选择使用第一种和第二种强的这个底背离策略，那么我们开单的次数就会增加，然后盈利还是留在88%以上，所以还是算一个不错的策略。其实 MACD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或者搭配不一样的指标同时使用。但是今天这个影片只是简单的使用 MACD 来做策略。对了，我有开这个 Discord 的社区，想要加入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就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还有分享，谢谢大家，拜拜。